没头脑和不高兴。没头脑和不高兴是一对一个马虎，一个别扭的好朋友。两人因仙人施法，成了各自理想中的大人，成了建筑工程师的没头脑，去自己设计修建的少年宫去看不高兴的演出。不高兴饰演的是武松打虎中的老虎，可是这个老虎不高兴，一直不肯停歇。到了第二天，大幕拉开，养好了精神的老虎凶猛地跳出来，武松懒洋洋地跟在后面，两个一打，又是10几个钟头。武松求过老虎多少回，请他死了算了。无奈老虎斩钉截铁地回答他：不高兴，不高兴。最后只好又休息。第3天、第4天，没完没了地打下去，也不知是武松打虎还是虎打武松。武松怎么也打不死老虎，老虎怎么也不高兴死去。台上这么一天天往下打，台下的观众可就着急了。再打下去可不行了，粮食不够了。再打下去可不行了，学校要开学了。再打下去可不行了，妈妈要坐直升飞机来找我啦。连观众都求起老虎来了，帮帮忙，倒下来死了吧。可是老虎就是不高兴，就是不高兴。没头脑在台下越看越觉得情形不对，不高兴的毛病正好跟自己的毛病一样，都给大家带来害处。正当台上武松给老虎逼得走投无路，都快讨饶了，而老虎还在张牙舞爪、神气活现的时候，没头脑冲到台上去，一把抓住老虎的尾巴，也不管老虎狂吼大叫，就把它拖下台，奔到剧场门口，骑上楼梯把手，呼呼地直往下滑，用1分钟15米的速度转过来转过去，转过去转过来，7转8转，一天就滑到了楼下。到了少年宫门口，坐上出租汽车来到仙人的地方。这时候仙人算1个月的期限已满，正要上天，没头脑拖着不高兴赶来，连忙求仙人说：谢谢您，把我们变回去吧，变得跟原来那么小，让我们从头来过，得从小养成好的习惯呐。一转眼，没头脑他们就缩成原来的样子，一点也没大，一点也没小。他们回到家里，累得倒头就睡。仙人也回到天上了。第2天，没头脑一觉醒来，把浑身上下看了个够，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。他上学前上我家，把这件事告诉了我。我说你就是做梦。他说不管是不是梦，从小养成好习惯总是对的。幸亏仙人把他们重新变回来，要是仙人走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得了呢。临了，他把帽子、手套、围巾、书包都检查过，不少了才走。我很高兴，决定不再叫他没头脑了，随手关上了门。可是砰砰砰，门响起来了。我一愣，怎么没头脑还是没头脑？我开门一看，果然是他。他说：叔叔，对不起，我有一样东西送回来给您，是您上回忘在我家的。说着，他递给我一支钢笔，就飞也似的走了。我就用他送回来给我的这支钢笔，记下了他的这个故事。话说回来，小朋友们，你们长大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呢？